好，大家好，欢迎回到火星加密频道那今天对于狗狗币和柴犬币的持有者也算是这个熊市里面少有的一个好消息吧，就是谷歌联合 Coinbase 即将接受这个加密货币支付。那这里面呢就有包括了狗狗币、柴犬币还有 ApeCoin。但是对于 ApeCoin 的持有者来说，今天可能就是喜忧参半因为 ApeCoin 是出现了一个暴跌的情况那我们这期视频就来看一下这个 ApeCoin 暴跌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风险提示，本节目只做信息分享，并非投资建议，加密货币风险极高，请做好自己的调查研究那这边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那还有下面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推特，还有这边是我的网站。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谷歌跟 Coinbase 合作的这个新闻那这个新闻其实是昨天晚上就出来了。那据报道呢，谷歌将联合 Coinbase 然后又在2023年初让一些客户可以提前的使用这个加密货币来支付谷歌云服务那作为合作伙伴的 Coinbase 他们会将一部分的数据服务从谷歌的竞争对手Amazon 也就是亚马逊的云端搬到谷歌云上面。那这项交易呢是在谷歌的 Cloud Next 会议上面宣布的。那它可能会成功的将一些尖端的公司吸引到谷歌云端服务上面那云计算这个领域是目前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但是竞争也是相对激烈的一个市场。而目前谷歌最大的竞争对手亚马逊云服务目前还没有计划去支持客户使用数字货币付款那大家都知道谷歌其实是 Web 2.0 时代的一个龙头老大那看来谷歌也是要把他们的爪子伸向了这个 Web 3.0 时代那刚刚又有一则新闻说谷歌浏览器目前是支持直接的搜索以太坊钱包地址那据说你只要把你的钱包地址打到 Google 搜索上面它就可以显示你的钱包里面有多少个以太坊。好，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币圈的一位风云人物 FTX 交易所的创始人 SBF 他其中一个钱包地址里面目前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多少个以太坊。好，然后我们打入这个 Google 搜索里面之后呢它这边立刻就会显示这个钱包地址里面有多少枚以太坊。那大家如果想要再看细节的话，可以再点下面这个 EtherScan那它这个功能应该是内嵌，然后就连接到这个 EtherScan 上面去。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钱包地址就是被网上标注的是 FTX 交易所创始人 SBF 它其中的一个钱包那这个钱包里面目前是有1827枚以太坊，那这个价值是200多万美金然后我们打开下拉菜单还可以看到它里面还有600多万 USDC 然后下面还有 Sushi Bar 还有 Serum 这个也是他自己创立的一个项目那关于这位币圈的风云人物之后我会出视频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包括他的 FTX 交易所目前也是跟我们达成了合作协议那目前我也是在给大家争取一些独家的福利，那敬请期待。好，那我们讲回跟谷歌合作的这个 Coinbase 那他们这一次合作即将使用到的一个服务就是 Coinbase 的这个 Commerce， 也就是说在明年年初的时候，谷歌接受使用加密货币去支付他们云服务的时候就有用到 Coinbase 的这个功能。那目前 Coinbase Commerce 里面是支持总共10种加密货币那这边除了老大老二比特币、以太坊然后还有几个稳定币 USDC、USDT 和 DAI然后我们再排除掉这个 LTC 莱特币和这个比特币现金这两个老家伙现在几乎是已经被时代所抛弃了那接下来呢，大家看到的这3个就是我们频道经常给大家介绍的柴犬币 Shiba Inu， 然后狗狗币 Dogecoin 还有 ApeCoin那看来 Coinbase 跟我们频道的眼光也差不多不然的话这个柴犬币、狗狗币和 ApeCoin 也不会榜上有名那相信他们挑选狗狗币、柴犬币和 ApeCoin 去列入他们所谓的10个最热门的加密货币也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才做出的决定特别是像这种上市公司他们在选择用于支付的加密货币的时候肯定是会格外的小心那看完这个列表之后，大家对狗狗币、柴犬币和 ApeCoin 的信心是不是又增强了一些
那我们不要指望它能够再翻几十几百万倍但是能够陪伴我们走过这一个慢慢的熊市，然后挺到下一轮牛市的这个概率还是蛮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喜忧参半的 ApeCoin 那 ApeCoin 今天是出现了暴跌而这暴跌背后的原因就是它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盯上了。那据彭博社报道，这个 SEC 呢目前正在调查 BAYC NFT 系列的创建者 Yuga Labs那他们是想要了解一下他们这些数字资产的销售是否违反了联邦的法律因为他们觉得 Yuga Labs 发行的一些 NFT 是有点更接近于股票那如果是股票的话，那就应该接受这个 SEC 的监管。那据彭博社报道呢调查中心的关键法律问题是 NFT 是否是证券。那据说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从3月份以来就一直在调查这个问题。那据报道呢，这个 SEC 也在开始调查 ApeCoin当时空投的时候是如何分配给 BAYC 和 MAYC 的持有者那大家是否还记得 ApeCoin 在3月首次发布的时候它的发行总量是10亿枚，然后其中有 62% 是分配给了这个 ApeCoin 的社区包括有 15% 是空投给了 NFT 的持有者那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空投给了这个 BAYC 的4个创始人但是在同一时间他们其中的一个创始人的账号居然被盗了大家看他这个图片已经被删除了，然后这个名字也被抹掉了。那虽然黑客目前还没有用他这个账户去发表任何的信息不过 Yuga Labs 的官方目前已经是提醒大家不要去相信这个账号最近发表的任何的信息。那看来除了被 SEC 盯上还有其他的黑客也盯上了 ApeCoin。好，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 Yuga Labs 的一位发言人也出来回应 SEC 的调查那他说作为该领域的领导者Yuga Labs 将全力配合 SEC 的相关调查那他们也理解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管机构是试图更多的去了解 Web3 的世界那他们呢是希望与其他行业和监管机构合作，去定义和塑造蓬勃发展的加密生态系统。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发布之后，这个 ApeCoin 的价格是直线的下跌当时是瞬间就跌破了4块8那昨天那期视频我跟大家说过如果 ApeCoin 是跌破5块钱之后它就会迅速的跌到4块7左右那目前看来这个预测还是挺准的那我们看到 ApeCoin 今天下午在跌到4块6左右之后目前又拉回到了4块7毛4左右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价格已经跌到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域，也就是一个交易的密集区那 ApeCoin 目前也是有止跌的迹象，那除非今天美股和比特币又出现巨幅的下跌，否则的话 ApeCoin 在这个地方还是能够撑住一段时间的那万一要是再撑不住的话，那下方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区域就是在4块2左右了。好，那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那最后我们还是介绍一下 Bybit 的活动，那大家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先关掉视频离开了那在9月份，为了配合这个以太坊 2.0 Bybit 是推出了一系列关于以太坊的活动。那这边我们独家的活动就是充值50然后送100 USDT 仓位的这个活动，目前已经是结束了不过如果你资金量大的话，充值1000然后领取等值1000的以太坊仓位的这个活动目前还是会延迟几天，然后还剩下 13.16% 的这个仓位可以去领取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有抓紧时间了那当然 Bybit 交易所还有其他的活动例如所有现货交易目前都是零手续费而且目前你只要充值$5万的话，就可以成为他们第1级的 VIP。 好，那这边也澄清一下，之前有很多人说他们的 Bybit 账户被封控，那这边跟 Bybit 交易所确认之后呢，他们是为了防止很多人用同一个 IP 地址创建多个账户，然后进行恶意的薅羊毛那这种行为不管是在任何的交易所，他们都会进行封控的那你如果是被误封控的话，就是说你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是你的账号被封的话，那也不用紧张像这些正规的交易所，你只要找他们客服他们都会帮你解决的。
所以大家这边不需要乱猜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群组里面找白笔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会帮你解决但是奉劝大家千万不要去恶意的薅羊毛不管在白笔在抹茶，任何交易所都是一样的。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我们明天再见，拜拜。